大家好，测试好河道原本的宽度与深度后，跟对面的叔叔说会对这段河道进行清淤啊。准备继续上工时，才发现河道另一侧呢，不知何时岸上地面已经多覆盖上帆布啊，整体的感觉马上有了变化，有点被逼到了，不好好整理一番就不好交代了。河道右边还有点宽度，是可以有一点作为。发现了水泥盖拉起后，竟然有猪屎坑啊！虽然这可以用河道里的淤泥进行填掉，不敢轻易变更结构，怕事情越来越复杂。历史的遗迹也就让它留下就好。整理过程因为牵涉到将掉落的瓦片搬到内部啊。因此，地面上摆放整齐的瓦片其实是便道，方便可以快速跨越砖墙。为了效率呢，将瓦片摆放在砖墙上，这样搬运的路径可以缩短很多。而挖掘河道淤泥的时候，这条生物就时常在这附近活动啊。清淤虽然是出自善意啊，但就怕打坏了此处的原生生态。另外，挖掘的过程发现烂泥也有不少的鳝鱼啊，该如何面对生态的变化，变成了一大课题啊。而清淤的过程，发现这烂泥真的很不好挖，湿的泥土真的是非常重啊。挖起的泥土还得让它脱水，才容易敲开。另外，河道来水的频率太高啊，一星期只剩一天是低水位，也是一个麻烦。因此，通常有时间就加减做一点啊，顺道试试不同的方法。而这已经挖出比较深的位置，出现了一个自然现象，这也是常听到的警示啊。不要去不清楚的水域玩水。原本流动的水，在这比较深的位置，已经出现了漩涡的现象。水面上跟水底都可以看到水在此处打转的现象。改个方式，将淤泥先刨往右岸靠啊，让对岸可以更方便取水之外，淤泥加减脱水，水也可以更顺畅流动。结果斑鸠也下来喝水了。而这里的生态系算是丰富啊，还可以看到两栖类的青蛙与蝾螈。通常听到青蛙哀哀叫的时候呢，就是被蝾螈咬到拖着跑。而清淤的过程试了不少的方法，河底也经过多次的挖掘啊，但是这条鱼并没有被惊动的感觉，一样还是在这附近活动啊。而这淤泥中有很多孔洞，应该是鳝鱼或是泥鳅的活动足迹啊。这给人很大的省思啊，到底谁是外来者？真的有必要将淤泥都清除完毕吗？最后决定跟大自然妥协啊，也算是饶了自己跟省事啊，改成保留一点栖地，进行绿化与美化的方式。不过清淤的过程还是会做啊，这样比较深的区域，河道没水时仍有蓄水的可能。感觉这样做对环境的影响会比较小一点。接着转到内场找绿美化的作物啊，正在测试单纯用河道水耕可能性的采育啊，这已经摆放了很多天，感觉可以生存。另外也在测试水泥盆是否可以防漏。
顺道再呈现一下紫薇小白菜的生长进度。原以为老黑土中掺杂很多草籽，会长出很多杂草，细看却大多是龙葵啊！意外直接多了一样野生菜龙葵。而一旁事先育种的四季豆，该找时间移植了。田油菜心也顺利生长，但是另两样菠菜与洋葱却还在神林丝毫没看到任何动静。在进行采育移植前，先在一旁做出堆草槽，这可以用来堆放杂草与制作原生土因为河道淤泥多，会陆续直接用淤泥脱水做出矮墙。对于初次看到此部影片的观众朋友，在此再做个说明，这整个过程是在做绿化的杂事并非是滥用河川地，因为河道两侧早已经都是住家，重型机具无法进入，因此河道中的淤泥才会这么多乡下很多地方还是得靠自己来，而现在整地要种植的采育，单纯是美化与保护栖地主要原因是发现太多的生物在此活动。若是将淤泥完全挖起来，躲在土壤里的鳝鱼就首先受到干扰。因此，清除淤泥与垃圾后大约每隔2-3公尺之间会留一块小栖地种植采育栖地间的淤泥则会尽量清起来，让河道的深度与宽度加大。这河道下方其实也有铺设水泥，虽然只是要清理这一段但是在缺水时这一段有很大机会可以形成小水塘，应该也可以提供生物生活与生存的机会这是目前想到的折中办法，但是这也只是理想还得观察其中的变化进行修正。暂时就先做2组小栖地，种好采育这单人的能量真的非常有限就只能像是至少门前雪这在台风过后下游淤积阻塞还有很长一段很多老房子也都没有住人了，只能尽人事听天命了。突然发现另一个两栖生物蝾螈感觉肥滋滋的，活动力却非常好希望这样做之后也会产生蝴蝶效应就像对岸地面多铺设了厚的防草帆布，这对于绿美化这段河道也是很大的帮助谢谢收看。